为了彰显全球影响力，英国航母编队正绕着半个地球航行，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南海航行。美国正给谨慎的英国下套，要借刀杀人。事实上，英国一边宣扬航行自由，一边极力安抚中国。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曾表示，英国将以一种自信而非对抗的方式执行这次任务，已经提前告知中方。同时，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也表示，我们将尊重中国，我们也希望中国尊重我们，我们将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航行。英国畏首畏尾，显然不服美国意愿。美国可不想英国航母白来一趟。30号，美国 CNN 报道称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正合法的航行在南海，准备和菲律宾海的盟友和伙伴展开演习。对于这个消息，英国方面并没有高调宣布，但是美军却高调宣布了英航母在南海行动的照片。图片还透露了美军 F-35战机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训练的照片。之前美国媒体曾怂恿英国想要展示美英特殊关系，取决于英舰是否会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。美方长奥斯汀还胜在伊丽莎白女王号部署行动是历史性的。接着还说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非法，英国不想事态扩大激怒中国，美国却偏偏想着搞大新闻。此前还有专家提醒，这支航母编队是由英、美、荷兰3国舰艇组建，应警惕美舰脱离编队擅闯南沙岛礁，而后果则由英国来承担。而解放军也做好了准备。综合网络消息，最新卫星图显示，山东舰和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位置双方仅距580海里，这在歼15打击范围内，却不在 F-35范围内。据悉，山东舰还带了2艘05大驱离开海港进入战备状态。同时，中国海事局还宣布在南海展开实弹射击训练，中方就是要严正警告这支航母编队，必须遵守规矩，保持克制，好好走国际航道，离中国岛礁远一点。我们一向保证南海国际航道安全，但是要作死挑衅，那就是另一个结局。对此 ，The Article 网站近日刊文称，虽然不可能发生冲突，但是并非没有风险。一些英国专家表达了担忧，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靠近中国南海岛礁挑衅，它将成为解放军无数战机和导弹的目标，谁来承担这样的风险？这将堪称是英国特遣舰队自40年前马岛战争以来最危险的部署。事实上，英国这次部署有点虚张声势，反倒暴露了自己的短处。要用别国军舰凑成一支航母编队，而且连舰载机都不够，走一趟花这么多钱得到了什么？还不从日不落帝国迷梦中清醒，反倒引人嘲笑。日前，根据日本媒体透露，德国军舰计划于8月份抵达亚洲，届时会在印太海域转上一圈，随后与日本、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合作。对于该消息的真实性，至今并未有官方进行证实。或许这只是日本媒体的一面之词，但关于德国出兵印太，实际上早在2020年，该国就做出了承诺，声称会在2021年向印太出动至少1艘军舰。倘若日本所言属实，德国军舰进入印太海域的时间节点就值得外界注意。顺着这个角度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美日印澳也在一旁看着，并且很快就会齐聚印太海域。自拜登上台，这位美国总统就一改此前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政策，以拉拢多国组成反华联盟，对中国打组合拳。在此背景下，明人都能看出，不管是此前跟中国在贸易上奋力对抗的澳大利亚，频繁发表涉台言论挑衅中国的日本，还是哪怕在军事实力薄弱，也要组建一支航母战斗群叫板中国的英国，均是在美国的怂恿挑唆下与中国作对的。当然，或许这些国家本就甘愿充当美国的马前卒，为了登上美国的战车，他们不惜赌上国运与中国决裂。在美英日印澳即将齐聚印太之际，一旦确定了德国也要来凑热闹，那么该国则是美国下一个对付中国的棋子。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华势力，解放军已退无可退，必须要时刻准备，必要时重拳出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德国到时候会不会与日澳合作，会不会与美英日印澳站在同一阵营，就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，谁也无法确定。毕竟德国也是一个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，出于利益角度考虑，德国跟随美英日印澳沆瀣一气的可能性很小，但如果从别的角度考虑，也说不准了。值得一提，有消息报道，默克尔任期将在9月份结束，而德国军舰于8月份抵达亚太，进入印太海域。想来德国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目的，比如借着与美英日印澳同一阵营，制造什么新的争端，从而让其任期继续。从当前的局势来说，与美英日印澳一起，或许相比之下能带来的政治效应更大。默克尔想在任期结束前干点什么事，这个时候参一脚无疑是最好的机会。再者，德国出动的军舰寥寥可数，真的与中国决裂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唯一的解释就是德国并不打算参与对华施压，只是想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。这样一来，解放军可就急了，直接撞就行不通了。当然，这也只是猜测。至于德国军舰是否会来印太，到时候来了会怎么行动，我们且拭目以待。虽然这段时间美国接连从阿富汗、伊拉克撤军，大有从中东缩拳头的趋势，
然而，事实证明，美国仍然还有全面掌握中东局势，尤其是伊朗最近一个举动引起美国愤怒。在7月28日，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，伊朗新开设了一个石油港口，这个港口的隔壁就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。伊朗原油可以经过该港口快速抵达瓜达尔港，再经管道抵达中国。该港口最大的战略价值就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。为了封锁伊朗向外出口原油，美军在波斯湾驻军数万，甚至经常有航母在此巡航。美国就是想让伊朗原油出口为零，摧毁其支柱产业。而一旦这个港口建成，就形成了伊朗、瓜达尔港、中国这条石油通道。伊朗不仅能将原油快速运往最大买家中国，还能避开美国对伊朗油轮的围剿。与此同时，对中国也是个利好的消息。首先是极大缩短了能源进口线路，节省成本。其次，我们能源进口油轮大部分都是走波斯湾、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峡航道，有海盗还容易被封锁。伊朗新建港口一定程度保障我国能源路线安全。此外，伊朗还启用了一条新的输油管道，经陆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。该管道长达1000公里，最大输送能力高达每天100万桶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和伊朗的伊核协议谈判破裂，美国不断施压，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核谈判中不可信。这一系列举动可谓是都犯了美国的逆鳞。随即，美国就威胁正打算对伊朗掀起新一轮制裁。巧合的是，30日美联社报道称，一艘与以色列亿万富翁相关的油轮在阿拉伯海遭到袭击，导致2名船员当场死亡。虽然该地区经常有针对航运业的袭击，但这是多年来首起有人员死亡的袭击事件。然而，一名美国官员第一时间指控，袭击似乎用了自杀无人机，增加了某个政府或民兵组织操纵的可能性。同时，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也声称，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这艘船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美国与以色列一唱一和，让人联想到这2个国家的累累前科。这可能又是一次自导自演的洗衣粉事件，以此作为开战借口。事实上，即使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，但是很多事情背后仍然有美国的魅影操控。目前，英国航母在南海的动向备受世界瞩目。除了英国航母本身这一全球部署意义重大外，其备受关注的原因更在于其接下来将在南海进行的动作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英国皇家海军这次全球部署是紧跟美国挑衅步伐，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在中国周边保持军事存在，从而向中国示威，挑动地区局势紧张。在这样的挑衅动作中，人们还有一个最关注的事情，那就是英国军舰是否在南海重演黑海挑衅的那一幕，越过南海岛礁12海里挑衅。相关事实表明，外界的这种担忧是有一定根据的。一方面，英国不久前已经有过这样的挑衅先例，而另一方面，这似乎也是英国完成作为美国盟友的一次重大考验。与此同时，中方应对挑衅的回应也备受关注，而人们谈论的焦点都集中在，一旦英舰越过这条领海红线挑衅，那么中方必定出手予以坚决打击。但是欧洲的最新动作似乎在暗示中国，危机时刻要来，无论英舰越不越过红线，解放军都必须让他瞧见利害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据悉，在英国航母叫嚣来南海挑衅之后，德国海军也表露出了同样的想法。据报道介绍称，德国海军计划在8月上旬向中国周边地区派遣舰船。对于这样的一次行动，德国海军表示，这是强化同日澳军事合作的一次行动。但是谁都清楚，日澳在印太挑衅中国上是扮演了什么角色。另外，德国不远万里奔赴印太，也绝对不仅仅是强化合作这么简单。从这里，我们似乎也发现了，英舰来南海挑衅中国这一件事本身就存在极其恶劣的影响，其似乎给美国其他盟友起到了一个带头示范作用。如果中方放任这种挑衅行为，那么未来中国周边一定会引来越来越多的挑衅者，届时中国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也就是这一点决定了，无论英国军舰做不做出更过分的事，单单从这一挑衅意图上来看，中方就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如果放任不管，那么只会侧面助长美国盟友的挑衅势力，这会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，他们也可以像美国一样在南海大搞自由航行。正如同专家金灿荣所说的那样，英国军舰既然敢来，中国就应该让他瞧见厉害，这是中国回击挑衅者的必要举措。同时，中国也必须借此来警告域外一切蠢蠢欲动的挑衅势力，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。